小黑调包了毒枭的救命药，但是迟迟等不到毒枭犯病，小黑不想等了，决定直接动手。一个深夜，毒枭独自前往仓库，小黑远远地掏出手枪，瞄准，没有开枪机会。小黑观察了一下周围，没有别人，拿着枪一步步往仓库走去。正要到达仓库门口，2辆车开了过来，他急忙收起手枪，是毒枭的另外2个小弟来了，原来是死对头要来谈判。小黑装作来保护毒枭的样子，不一会儿，毒枭走了出来，同时一辆车开了过来，是炸鸡叔和供货商。供货商表示，今后运输线只有一条，就是炸鸡叔的卡车。毒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塞拉曼卡家族经营了一辈子的事业，就这么被炸鸡叔夺走，他不服，歇斯底里地咆哮着。就在这时，老毛病犯了，毒枭把一整瓶药都倒进了嘴里，可是不管用，药已经被小黑掉了包。就这样，毒枭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小弟们看傻了，炸鸡叔还算冷静，他让供货商赶紧离开，并且让小弟们打了急救电话，同时给毒枭做着心肺复苏。这个时候，小黑偷偷地把掉在地上的药捡了起来，放进了口袋。不一会儿，急救车来了，急救人员询问毒枭是否在服用药物，小黑拿出一个药瓶给了他们。炸鸡叔看着这一切，好像明白了什么，其他人都离开了，现场只留下小黑和炸鸡叔2人。小黑很紧张，他需要尽快地处理掉口袋里的那瓶假药。趁着炸鸡叔接电话的功夫，小黑观察了一下周围，看到了一个井盖，他手里拿着药瓶，正在靠近井盖的时候，炸鸡叔叫住了他，让他开车来到了炸鸡店的仓库。是供货商把他们叫了过来。小黑紧张的满头大汗，但是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供货商只是为了交代他们一切照旧，不要被今天的事情影响。小黑松了一口气。开完会，小黑开车到江边，狠狠地把药瓶扔了出去。他没有想到，远远的有一双眼睛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是炸鸡叔的手下大罗。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奋力地朝着电线扔一双鞋子，扔了9981遍，鞋子终于稳稳地挂在了电线上。挂完了鞋子，又跑到了一个小山头，架起了自己的 98K， 拿出望远镜观察着什么。远处驶来了一辆雪糕车，缓缓地停在了路边。车上下来2个壮汉，手里拿着枪，迈着嚣张的步伐。他们不知道，老头的8倍镜早已经锁定了他。2人走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打开了一个地窖，好像要把枪藏到里面。正在这时，老头朝天开了一枪，2人急忙卧倒，慌忙地观察了一下四周。老头再次上，8倍镜再次锁定。正在2人不知所以的时候，又一声枪响，还是老头朝天开枪。这时壮汉已经放松了警惕，站了起来。老头又朝天开了几枪，壮汉彻底放松了警惕，把枪埋了进去，又嚣张地走回了车上。车子缓缓地开走，老头的8倍镜锁定了刚才挂住的鞋子，随即一枪打穿，鞋子里的白色粉末全部洒到了车子上。老头看着车子，开心地笑了。傍晚时分，一群边境警察检查着一个个入境的车辆。刚才的2人等待着检查，淡定地嚼起了口香糖。警察正在仔细地盘查着车子的每个环节。这时，一个狗子缓缓地走向了车子。狗子绕着车转了一圈，最后在车尾处蹲了下来。这个老头太牛了，车子上被人装了追踪器，他把它拆了下来，换成了自己的，再把拆下来的号没了电，对方丢了信号过来更换，却把老头的追踪器换走了。就这样，老头来了一个反跟踪，跟了一整夜，发现对方是一个卖粉团伙，而最后的交易地点是一个炸鸡店。老头不想打草惊蛇，第2天找来了律师帮忙调查。律师来到炸鸡店，装作普通吃客，等待着可疑人物出现。不一会儿，一个背包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律师密切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盯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只能悻悻离开。他半吊子的跟踪伎俩早就被老板看穿了。老头又连续监视了几天，仍然没有收获。就在他准备放弃时，一辆越野车引起了他的注意。老头的追踪器就在那辆越野车上，他一路跟踪越野车，来到了一条公路上，信号已经不动了，但是越野车已经消失。他走了过去，发现追踪器已经被拆下，旁边有一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的人想跟老头当面谈一谈，老头同意了。不一会儿，2辆越野车开了过来，车子上下来一个人，正是炸鸡店的老板。几天前，老头想把当地的一个毒枭做掉，却被人阻止。阻止他的人
正是炸鸡叔。炸鸡叔跟毒枭是竞争对手，但是他并不想让毒枭这么早死。毒枭心狠手辣，并且威胁过老头的家人，老头不想就这么放过他，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炸鸡叔已经用实力告诉他斗不过炸鸡叔。炸鸡叔提出，只要不杀毒枭，随便怎么对付他都行。炸鸡叔甚至可以帮忙。最后，两人达成了共识。第二天，老头找到一个商人，买了一袋子面粉，开车来到了边境线，从后备箱拿出一双鞋子，把面粉塞了进去，又把鞋子扔到了一根电线上，随后跑到2公里外，拿望远镜观察着。一辆雪糕车在公路上行驶着，正是毒枭的运输车。被老头劫过一次以后，运输人员从1人增加到了2人。车子缓缓地停到了路边，两人下了车，准备去老地方埋枪。正在他们要把枪埋进坑里的时候，一声枪响，两人娴熟地做出卧倒的动作。老头并没有打他们，而是对着天空开的枪，又连续开了好几枪。两人误以为是猎人在打猎，彻底对枪声放松了警惕。埋完了枪，回到了车上，车子动了，正要经过刚才挂住的鞋子下面的时候，老头一枪打爆，鞋子里的面粉全部顺着弹孔洒到了车子上，车子沾了面粉，过边关时被缉毒犬嗅了出来。就这样，毒枭的运输线再一次被老头破坏了。老头正在跟孙女玩耍，突然看到了什么，表情瞬间僵住了。对面的楼顶上出现了2个人影，是毒枭手底下的2个杀手，卤蛋兄弟。卤蛋1号对着老头笑眯眯地举起右手，做出了开枪的手势，随即又把枪口对准了小女孩。这显然是一次警告。毒枭想用5000块找老头帮忙做事，老头一直没有答应，但是这次家人受到威胁，他必须要做点什么了。老头来到了毒枭的老窝，表示想重新商量，之前的5000太少了。老头提出要5万，大佬表示让你活着出去就是给你的报酬，然后又用小女孩做威胁，但是老头没有丝毫的退让。 I got my money, or neither of us walk out of here. 大佬思索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了老头的要求。就这样拿到了5万块，但是老头并不想善罢甘休，反击开始了。他对毒枭展开了几天的跟踪，发现他们是在用雪糕车做幌子，贩卖违禁品。雪糕车走的都是固定路线，要经过很长的无人区。老头打定了主意，劫车。接下来就是做工具。他买了一根长长的塑料管，上面打满了孔，接着又把一根根钢钉插进了孔里。就这样，一根可移动的地刺就做好了。无人区路边灌木丛的后面，一个戴面罩的人手里握着一根钢绳，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一辆雪糕车急速地驶来，车上只有一个司机。司机哼着小曲，拍打着方向盘，完全没有意识到前方的危机。老头看准时机，猛地一拉，地刺哗啦一声横在了车子前方。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车子一头砸到了路边。司机慌张地从副驾驶拿出了手枪，绕到车后，没有发现什么。正要回头时，冰冷的枪口贴在了他的脸上。司机被制服了，面罩男摘下了面罩，正是老头。老头没有杀害司机，而是拿出电锯，开始锯起了轮胎。轮胎里面居然是满满的马内。老头把马内全部装到了自己的后备箱，开车扬长而去。眼前这个称霸银河系的外星女王，直到死的那一刻才肯松开手中的白色球体，只因为这个平淡无奇的球体中蕴藏着足以吞噬宇宙的恐怖力量。严格来说，这个白球是外星女王的死对头，使用外星快递包装，通过虫洞快递送到地球的。人类科学家在对其进行扫描过后，却检测不出是什么物质，甚至连一点磁场都没有，似乎他是在刻意隐藏自己。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好奇地把手放在球体上面，结果他的双手被吸了进去，竟意外激活了球体的宇宙定位。下一秒，球体散发出的信号源立刻传送到宇宙深处的某个星系，惊醒了沉睡万年的外星女王。她跨步来到星际地图前，发现白球发出的信号源是来自一颗叫做地球的小行星。于是外星女王召唤出自己的生物铠甲，准备前往地球，抢回足以称霸宇宙的小白球，并顺带掠夺地球的资源。从女王穿上铠甲的那一刻起，也预示着外星文明将再次入侵地球。人类自从20年前与外星掠夺者的战争中大获全胜，世界各国团结一致，在破败的地球上重建家园。当年的51区被改造成太空防御基地，人类破解了外星人遗留下来的科技，造出了反重力战机和激光武器，并掌握了冷聚变技术。受控核聚变已经完全攻克，人类从此告别了能源危机，空气污染都成了过去。地球科技飞速发展，甚至连月球都被布置上了防御系统，因为人类知道外星人总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可就在今天，关押在51区的外星人囚犯突然变得异常兴奋。在过去的20年里，
这种现象从未发生过。军方立即派研究人员来到非洲中部的基地一探究竟。在叛军首领的带领下，他们来到20年前唯一着陆的外星飞船。飞船的正下方有一个被钻孔机留下的深坑。当他们进入飞船内部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沉寂了20年的外星飞船竟然开始自行运转，向外太空发出求救信号。地球坐标被发送到外星人大本营，外星人增援部队收到之后，很可能会来攻打地球。然而人类还在庆祝击败外星人20周年的庆典。当这位前总统走上讲台时，气氛达到了高潮，但前总统却惊慌地对着人群警告。话音刚落，一阵剧痛袭击了他。紧接着，月球背面一艘巨大的外星母舰缓缓崭露了头角，母舰的直径更是高达4800公里，比20年前的那艘母舰大了10倍。先前大战的母舰残骸在它的防护罩前直接化为灰烬，强大的引力撕扯着整个月球。一时间，月球表面尘土飞扬，陨石冲天而起，母舰浩浩荡荡向地球飞去。月球作战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激光炮，但攻击全被防护罩挡了下来。于是又给激光炮重新装填能量，准备发动第2次攻击，但对方的星舰却完成了能量收集，开始反击。仅这一次攻击，整个月球作战指挥部瞬间被秒成渣渣，只有飞行小队成功逃离出来。眼看外星母舰继续朝地球驶去，总统立刻下令启动早已建好的轨道防御系统。可地球轨道上的主炮还没开始攻击，外星母舰再次率先出击，分散出射线锁定了地球所有的轨道主炮。几乎在一瞬间，整个近地轨道防御系统全被摧毁。这时的外星母舰已经势不可挡，就这么直接穿过大气层，覆盖在大西洋区域的上空。因为这艘母舰自带强大的引力，所以当它降临在地球上空的时候，方圆100里内的所有建筑物全部被吸附到半空中，甚至连人都没有逃生的机会，场面犹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等到母舰准备着陆的时候，引力场自动关闭，无数残骸又再次从天而降，场面是非常震撼。最后，外星母舰展开起落架刺入地表，掀起海拔近1000米的海啸。如果外星人打算长期停留，那么1个月之内，大气循环以及洋流循环毫无疑问会停滞，几个主要风带也会被切断。当一切趋于平静时，从太空中看，这艘母舰几乎覆盖了整个大西洋，人类拿它毫无办法。这个时候，前总统独自走进到了关押外星囚犯的隔离室，他希望通过自己能套出有用的情报。按下了开关，放出了一只外星怪物。总统把自己和外星人关在一起，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外星人用触手连接总统的声带，说出了人类的语言。外星人口中所说的她，应该是他们的外星女王，只是目前还不清楚外星女王亲自来地球的目的是什么。当女科学家拿出一个简单的图案后，没想到怪物突然变得暴怒起来，似乎对这个图案产生了极大的恐惧。眼看着前总统就要被杀，士兵连忙开枪射杀外星人，而外星人的速度更快，利用触手一把抢过激光枪进行反击。此时人群中的老黑拔出双刀，他知道外星人的弱点所在，将双刀狠狠地刺进外星人的生物铠甲里。之后，一个黏糊糊的外星人从铠甲中爬了出来，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老黑毫不犹豫将他送回了银河老家。好在一边的总统只是暂时昏了过去。与此同时，一艘外星飞船正在启动，直径高达1公里的等离子钻头向海底钻孔。眼镜叔突然意识到，外星人的目标是抽取海底的地核，如果地核一旦被破坏，电磁场便会消失，大气就会蒸发，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会毁灭。要想阻止这场灾难，就不能坐以待毙。眼镜叔通过图案分析出，外星人其实就是类似蜂巢的结构，一切都以女王为中心，只要消灭女王，整个族群就会崩溃。于是总统立刻下令反攻，一支由全世界最优秀的飞行员组成的空中作战小队出发了。他们打算利用携带冷聚变弹头的轰炸机摧毁女王，可还不等他们接近外星飞船，就被对方的激光武器打了个措手不及。紧接着密密麻麻的小型战舰发动了袭击。面对外星人的猛烈攻击，人类的战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很快，无数战机相继陨落，剩下的战机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飞。这时，小黑发现了外星飞船的入口，当即命令舰队调整阵型，带领轰炸小分队进入外星母舰的内部。原本奋力反抗的外星战舰却停止了追击，轰炸小队一路顺利抵达了飞船内部，只剩下3架轰炸机携带着核弹。但在这时前，总统突然惊醒，他告诉女儿这是女王设下的圈套，可一切都晚了。就在小黑锁定目标准备发射核弹的一瞬间，一股强大的电磁脉冲突然袭来，所有战机的电子设备全部失灵。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有10几个飞行器，悄无声息地跟着俯冲了下去。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吸附在核弹上，释放一层能量护盾。与此同时，人类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引爆核弹的命令，但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外星人的防御能力。3架轰炸机同时爆炸，但核爆产生的冲击波全被控制在了绿色能量护罩内，外星母舰仍旧毫发无损。紧接着，母舰再次发出冲击波，瞬间摧毁了全球的通讯卫星。几乎同一时间，外星人找到了总统所在的位置。失去网络后，基地的防御系统变得不堪一击，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外星人攻破，指挥部的所有人全被外星人毫不留情的屠杀。很快，老马接到消息，总统和国防部
部长一行人都因公殉职，现在由老马接任总统。这时候，研究白球的科学家们有了进展，他们发现白球其实是个智能硬盘。他告诉众人，它是来自数万光年外的高级生命体，与侵略地球的收割者是天生的死敌。收割者专门抽取星球的地核，为飞船补充能量，一边侵略一边发展科技。双方战斗了上千年，最后还是善良的外星人败了。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白球拥有整个文明的科技结晶，可以制造出能够击败收割者的秘密武器。这也是外星人见到圆形图案就会感到暴怒的原因。这次来到地球是为了帮助人类对抗收割者，但目前这个高科技武器正在启动中，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刚才在启动的时候，女王已经探测到了它的位置，而且正在赶来51区的路上。一旦让它得到球体，地球就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希望。现在硬拼肯定拼不过外星科技，但可以给女王下套，就像她之前对人类所做的那样。于是科学家们将白球存放在屏蔽信号的隔离舱，在飞行器中模拟出与白球一样的辐射信号。前总统亲自上阵，驾驶着装满核聚变炸弹的信号舰，拖着诱饵把女王引诱到无人区，利用基地的防护罩将核爆的伤害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个方法果然奏效，外星女王率领着她的蜂巢大军驶向总统驾驶的模拟信号舰，殊不知信号舰里装着的是要他命的100万吨级核弹。最终在女儿的掩护下，总统抓住机会，径直飞进了外星飞船内部。眼镜叔立刻启动了防护罩，将外星女王封锁在护盾里面。总统在飞船里见到了外星女王，辱骂一番后按下了核弹按钮。下一秒核弹爆炸，外星飞船顷刻间被炸得粉碎，核爆造成的伤害被防护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在大家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炮台应声倒下。外星残余部队依旧在不断攻击，说明外星女王并没有被摧毁。果然在硝烟散去之后，一只100米高的外星女王从核爆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原来女王的生物铠甲自带防护盾，可以抵挡近距离的核攻击，可见这外星科技究竟有多发达。她迈着大长腿，疯狂地追击前面的校车。空军战机驾驶员见状，纷纷立即掉头对她发动了攻击，却因保护罩护体没能造成任何伤害。女王抬手一炮就轻松摧毁战斗机，接着立刻朝着校车追了过去。眼镜叔驾驶的校车在女王胯下生死逃亡，眼看众人危在旦夕，空军战机只能再次加大攻势，将火力集中在女王身上。女王也不是吃素的，随后他对着战机一挥动触手，人类战机不到1分钟的时间，整个编队就全军覆没，只剩下了一个女飞行员。她不顾一切地冲向外星女王，瞄准同一个地方疯狂扫射，终于成功打破了女王的能量护盾。可下一秒，她的战机就被女王挥动触手抽飞。千钧一发之际，女人立即按下逃生降落伞。但危机并未解除，女王看到自己完美的胸口有了伤痕，恼羞成怒地朝着女人冲来，眼看着女人就要被活活踩死。危急时刻，她的男友带着战友驾驶着外星战舰及时赶到，女王一时间被自家的科技力量压制得无法反击，手中的2把大枪被打得粉碎。但这时51区中的情况突变，由于刚才的震动，被关押的外星囚犯突然越狱，并看到了隔离舱中的真正球体所在。由于外星人的意识都是共通的，所以女王也同时收到了信号，发现了这是一场骗局，于是立马转身奔向地下基地。在她的召唤下，无数的外星飞行器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强大的防护罩，他们缓缓向着51区基地靠拢。此时人类已经无法阻挡女王前进的脚步，就连人类劫持的外星战舰也被控制了。外星女王抬起巨爪猛砸地面，试图拿到球体。与此同时，大西洋上空的外星母舰发出的等离子钻头，还有2分钟就要钻到地核，留给人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成千上万的飞行器还围绕在女王身边，人类控制的战舰也被卷入其中，像龙卷风一样保护她。但是龙卷风没有盖子，他们利用龙卷风之眼的原理，拼死启动只能在太空使用的核聚变驱动器。一般这种混合动力是用来进行多维空间穿越的。下一秒，外星战舰拖着赤红的烈焰，成功冲出了风眼漩涡。但外星女王已经击破实验舱，并拿到了宇宙白球。紧接着，人类战舰立刻掉头，对着女王发动一招从天而降的打法。外星女王拿着球体，慌忙之下转身跑错了方向，人类在后面紧追不舍，对准女王的腰间盘疯狂射击。在连续的攻击下，女王终于支撑不住，爆开了生物铠甲，并露出了内部的本体。女王真身挣扎着从里面爬出来，发出一声哀嚎后倒地而亡，手中的宇宙白球脱离出来。外星飞行器在失去女王的控制后相继坠毁。此时还在大西洋上钻入地球核心的外星母舰也停止了作业，人类终于又取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外星母舰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地球，回到母星选举下一代女王。有些遗憾的是，这次放虎归山，未来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但宇宙白球却给了人类一颗定心丸，因为它储存的科技远超人类想象。有了它的帮助，人类文明的科技将再次提升。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实现星际旅行，而这一次人类将直击外星人老巢。如果有一天外星人真的入侵了地球，人类会得到外星盟友的帮助吗？女助理无意露出白色蕾丝，男人却以为这是助理的暗示。虽然燥热的心蠢蠢欲动，但他还是选择了克制。可到了第2天，女助理的穿着更加大胆，若隐若现的春光时刻撩拨着她。男人极力的克制，可当他们谈论起毒蛇咬伤的事情时，女助理更是直接露出自己的香肩，指着自己曾经被蛇咬过的地方。男人轻轻地抚摸着伤口，
见助理没有反抗，他就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Don't do that. What do you mean? Luciana, you were sending me signals to... Signals. 女助理当即表示无语，随后便生气地离开。离开后的露西悲伤不已，她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可面对高高在上的作家，她也只能忍气吞声。她才说出了实情。随后在母亲的带领下，露西找到了律师，她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那份工资，可律师却表示，露西并没有正式的聘用合同，想要拿到这笔钱并不容易。母亲听到后不乐意了，直接说出了露西被骚扰的事情。律师眼睛一亮，因为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是个严重的问题，是要付出巨额代价的。随后噼里啪啦的一顿按，净算出186万的天价赔偿。女孩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可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还是在起诉书上签了字。此时她万万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张起诉书，断送了2个原本美好的家庭。第二天，作家如约来到了法庭，他看着眼前的女孩，一句话也没有说，签下支票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露西不敢相信，作家怎么会如此的痛快？法官的话让他极为震惊。原来快递员送信的时候，作家没有在家，妻子只好替他签收。然而当他打开信件时，信件的内容就像是一道闪电，击溃了妻子脆弱的心灵。她的丈夫出轨了，而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就连女儿洗澡时也在喊着露西的名字。失去理智的他，竟然将自己的女儿活活淹死。随后他便取出安眠药，选择了自尽。等作家回到家中，妻子早已离开了人世。他急忙掏出手机，可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桌子上的律师函，这才明白了一切。他呼唤女儿的名字，可是却没有任何的回应。等他来到浴室，女儿只留下一具冰冷的尸体。这一刻，他心中充满着无尽的后悔还有仇恨。露西得知这一切后，非常的内疚，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父亲不忍女儿整天以泪洗面，便带着全家来到海边散心。在家人的帮助下，露西也慢慢走出了悲伤。然而就在露西打水时，却隐约看到了那个作家，这让她的心里有种莫名的不安。于是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见男人走进了一间木屋，她便追了过去。可等她来到木屋时，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露西觉得这件事不是巧合，晚饭时便将这件事告诉了家人。家里人都以为她产生幻觉了，对此事并没有在意。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大哥就死在了沙滩上，众人纷纷围观，而作家也站在人群中。女人觉得此事与他有关，可等他再次抬头查看时，作家竟然凭空消失了，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明。大哥最后被判为意外。葬礼上，露西非常的自责，她认为大哥的死是作家的报复，于是就给作家写了一封道歉信，可是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突然有一天，露西在电视上看到了作家，而作家最新的书籍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当记者问他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风格时，作家却说他的灵感来源于一位女神。这一刻露西慌了，她赶紧拨打了父母的电话，可接电话的却是二哥。二哥告诉他父母误食了毒蘑菇，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等露西赶到时，父亲没了呼吸，母亲肝脏受损，露西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她怀疑这是作家的报复，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作家怎么分辨毒蘑菇，也曾说过他们家海边的房子。可二哥却认为露西只是过度伤心而说的胡话。然而没过几天，二哥就出事了。他拔下钥匙刚准备下车，却突然冒出个彪形大汉，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他殴打。等警察赶到时，二哥已经没了呼吸。警方告诉露西，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通过对方的口供得知，他的二哥与对方的妻子偷情。嫌疑人多次收到匿名的信件，但奇怪的是，嫌疑人本就是一名杀人犯，却不知道怎么逃出去的监狱。露西一脸的震惊，她非常了解自己的二哥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随后，她把自己的怀疑对象告诉了警官，警官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他们也无能为力。露西只能寸步不离地保护着妹妹，却忽略了全身瘫痪的母亲。她以为作家不会对全身瘫痪的母亲再次出手，可万万没想到，她刚刚探望完母亲，就在楼下看到了作家。露西此刻才意识到，母亲可能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为了制止这一切，她拨通了记者雷哥的电话，将自己的所有经历告诉了雷哥，希望雷哥可以帮他写一篇报道。可是这一切都是露西的推测，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看到露西从一个花季少女变成如今的狼狈凄惨，他还是写了一篇稿子。可当他带着这篇稿子回到报社时，社长觉得他是个疯子。虽然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但是没有任何的依据，贸然发表不仅会丢饭碗，而且还会连累整个报社。想要发表，必须先找到证据。随后雷哥便查找当年的资料，发现露西大哥当年的意外竟然与作家接受采访时间相吻合。接着他又找到了毒蘑菇，通过邻居的口中得知，露西的妈妈对蘑菇很了解，很难相信她会出错，但这也只是她的猜想，毕竟人都会犯错。随后他又来到警察局，询问露西二哥的案子。警官告诉他，那名凶手在坐牢，他
他是通过守卫的帮助出去盗窃的。当他谈论起作家是否和这件案子有关时，警官表示一点也没有。在他印象里，作家是一个可怜人，很早便失去了妻女，还要忍受露西这个女人的骚扰。雷哥觉得这一切不像是巧合，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作家竟然接受了他的采访。面对雷哥的质疑，作家拿出了露西当年给他写的道歉信，表示他才是当年的受害者，而他只不过亲了一下，却因此失去了亲人。接着雷哥又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海边溺水案的现场，而作家表示他的出现只是想提醒露西，度假的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犯下的错。他一个60岁的老头子也不可能是他大哥的对手。不管说什么，作家都有着完美的解释。雷哥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无奈之下，关于露西的那篇稿子也只能暂时搁置。可他万万没想到，当天晚上养老院就发生了火灾，而露西的母亲也在其中。本以为这是一场意外，却没想到警察在纵火犯的背包里翻出了作家的那本畅销书。雷哥这才相信露西所有的推测。他连夜写出一篇稿子，正准备发表时，却被老板炒了鱿鱼，只因他在10年前写过关于作家不好的言论。而另一边，露西的精神越发紧绷，甚至一度到了靠药物维持的地步。更让他崩溃的是，自己的妹妹竟然是作家的书迷。露西猜测妹妹就是作家的下一个目标，为了保护妹妹，她决定亲自找作家谈一谈。于是在雷哥的帮助下，成功混入了作家的新书发布会。露西表示她已经感受到了作家的痛苦，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恳求作家结束这一切。而作家则说，这一切既然由你开始，那便由你结束吧。露西明白了作家的意思，在得到作家不伤害妹妹的保证后，露西转身跳了下去。第二天，雷哥去参加露西的葬礼，却没想到遇到了作家。看得出来，妹妹对有着相同经历的作家产生了好感。雷哥大骂他是个禽兽，可作家却让他小心点，别走了露西的老路。最后在雷哥的注视下，牵着女孩的手潇洒而去。老头把鞋子挂在了电线上，等到一辆雪糕车经过时，一枪把鞋子打爆，车子上沾了粉末，被边关查获。原来这辆车是当地毒枭的运输车，这次让他损失惨重。一个炸鸡店，吃客们正在享用着美食，一个满头白发的大佬带着2个小弟嚣张地走了进来，搞得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大佬径直走到柜台前，询问老板在哪儿，听到老板不在，表示自己可以等着，走到了旁边，自顾自地点起了雪茄，对经理的反对置若罔闻。旁边正在点餐的胖子已经吓得满脸黑线，说不出话来。老头啃着雪茄，倒了一杯可乐，拍了拍小伙的肩膀，走进了老板的休息室。老板接到了电话，急忙赶了回来，安抚了一下员工，走进了办公室。原来他们是老熟人，大佬丢了运输线，想要让炸鸡叔帮他运货。炸鸡叔表示自己的运输车很小，实在无能为力。大佬不依不饶，表示他是这里的老大，随即撂下几句狠话就走了出去。看着大佬离去，刚刚还面如死灰的炸鸡叔，此刻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午夜，扔鞋的老头正在停车场上班，一辆车开了过来，递给了老头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随着心里的怒火直线上升，他的瞳孔竟直接变成了红色，并且他的面前还出现了一股诡异的火焰，径直向着父母的房间冲去。随着火势越烧越大，父母的叫喊声才将女孩唤醒。等他来到父母的房间，才发现这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尽管3人侥幸逃脱，母亲也因为这次的事故全身重度烧伤。也从那以后，女孩身体里的异能开始觉醒。魔法学院的道林院长发现了蕾儿的体质，于是将她带到了魔法仙境。这所学院里拥有着各种仙子，雷电仙子可以操控空气中的能量产生10万伏特的雷电，皮肤白皙的黑妹是水仙子，可以操控周围一切的水分子，心灵仙子可以得知周围一切生物的思想与记忆，而这个重量级选手当然是大地仙子，她可以操控世界上所有的植物，还可以使植物快速生长。蕾儿则是可以烧毁一切的火仙子，但因为这是她第1天入学，对魔法的掌控并不熟练，在大家的面前，蕾儿始终无法集中精神，这也使她在入学的第1堂课上出丑。课后，她独自来到野外，想要练习一下自己的魔法，可她再怎么努力，体内的魔法始终没有任何响动。于是她拿出手机，翻看着曾经被她烧毁的家，当时的愤怒再次涌上心头。她的手中竟真的出现了一团火焰，掌心传来的温度让蕾儿有些兴奋，可下一刻她却发现火焰此刻不再受自己的控制。她甩动着双手想要熄灭手中的火焰，但却弄巧成拙，让周围都烧了起来。这时水仙子黑妹发现了她，并安慰着她平复自己的情绪。可下一秒，蕾儿失控的火焰竟向着黑妹冲去。紧急关头，黑妹手掌拍向地面，使用出水遁之术，地面竟出现一阵水浪，扑灭了蕾儿的火焰。蕾儿对自己的失控表现得非常自责，黑妹却安慰她说道：“才刚开始学习魔法，这一切都很正常。”这时蕾儿也说出了自己并非是来自仙子世家，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人类。但黑妹却发现了异常，她告诉蕾儿，能这么轻易就能施展这么强的魔法，
她的血脉肯定是纯种仙子，而她之所以在人类的世界长大，很有可能她是和出生的人类婴儿调换了。黑妹的话让磊儿陷入了深思，他查阅了许多信息，居然真的发现仙界有调换的说法。他想起了同学斯黛娜的传送戒指，于是他借走了戒指，来到仙境边界处，通过传送门，他回到了出世界。他本想直接去向父母询问自己的身世，可当他走到自己家门前，他却退缩了。他害怕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自己会情绪失控，再次的伤害父母。于是磊儿转身离去。可就在他准备通过传送门回到魔法仙境时，他突然发现房间里出现了一个诡异的身影。慌乱中，他将传送戒指掉进了下水道。此刻磊儿害怕的躲在一边，突然怪物的手打破窗户，他赶紧逃往下水道，想要拿到戒指回去，但却慢了一步，戒指被怪物先拿到，眼看就要被怪物抓住。这时道林院长出现，才制服了怪物。原来这种怪物名为蛟魔，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邪物。院长将蛟魔关了起来，准备过几天将其送往首府的监狱。另一边，斯黛娜得知了传送戒指被夺走，差点爆发。原来斯黛娜其实是仙界的公主，而那枚戒指是她家族的传家宝。如果女王知道她弄丢了戒指，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仙子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准备在院长他们将蛟魔送走前，去拿回传送戒指。这天，战士们收到了一个任务，需要将院长抓获的蛟魔押送到总部。可就在他们前往关押蛟魔的地点时，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风笛。教官席尔瓦也发现了远处的异样。与此同时，学院里的仙子们组成了一个小团队，准备去蛟魔手里拿回传送戒指。可当他们来到关押蛟魔的仓库时，却发现他已经不在这里。本以为是战士们提前带走了蛟魔，可这时心灵仙子的身体突然传来一股极其痛苦的感受。他们抬头望去，才发现森林里已经尸横遍野，这肯定是蛟魔的手段。一队战士只有席尔瓦教官还有一口气，但被蛟魔袭击后会被感染病毒。病毒会慢慢侵蚀内心。大地仙子利用藤蔓先控制住教官，随后给他喝下了压制毒性的药剂。这时他们兵分两路，他们负责将教官送回仙界，而磊儿和黑妹去寻找蛟魔的下落。在黑森林里，磊儿看见了蛟魔的身影，随后他集中精神，释放出一条火蛇攻向了蛟魔，但他的火焰似乎并不能使其停下来。最后还是黑妹一发水元素才将蛟魔打得无法动弹。虽然过程有些惊险，但他们终于成功的拿回了传送戒指。磊儿本以为这次的事情终于安稳度过，可就在这天晚上，他突然翻起了白眼，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直到室友的呼喊，磊儿才清醒过来。他也终于明白，自己真的是被调换到凡界的仙子。为了搞清楚自己的身世，他偷偷的来到了学院的资料室，在一堆相框中找到了他脑海中那个人的照片。于是他用手机拍了下来，不找到道林院长，向他询问这个人的身份。原来磊儿所说的这个人是魔法学院的前一任院长，但他的身世道林院长并不清楚。磊儿想找前任院长谈谈，可院长却告诉他已经去世了。好不容易有了线索，但却又再次扑空。磊儿无法压制自己的情绪，他来到试炼台，面前的火焰如同他的心情一般，狂躁且炙热。就在磊儿有些无助时，战士学院的蓝天刚好看见了他。此刻蓝天身穿铠甲，似乎要去参加一场大战。原来当初蛟魔袭击了他们的教官，尽管院长他们消灭了那只蛟魔，但教官的感染并没有消散。这也说明了袭击教官的并不是同一只蛟魔。眼看教官的感染越来越严重，蓝天才会想要去找到袭击教官的蛟魔。而碰巧的是，就在试炼台附近，磊儿感受到了蛟魔的身影，于是蓝天毫不犹豫地冲向了森林。因为担心蓝天的安危，他也跟了上去。但就他们两人这样冒失的行为，只会成为蛟魔的猎物。进入森林后，蛟魔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身后，向着两人发起了偷袭。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的仙子同学及时赶到。斯黛娜用光明魔法使蛟魔停下了攻击，随后大家一起释放魔法，困住了蛟魔。随后蓝天用神器刺穿了蛟魔的身体。大家本以为蛟魔已经被打败，准备转身离去时，蛟魔却突然又站了起来，但没走两步，他的身体却发生了爆炸。原来是道林院长也来到了这里。身为他们的老师，院长对他们这样鲁莽的行为进行了批评，但事实上院长对他们的成长也很是欣慰。就在其余仙子都在一起打怪升级时，雷电仙子却来到了院长的办公室。他似乎一直执着于办公室里有一处密室，可密室设下了结界。为了达到目的，雷电仙子将辅导员强行推向结界，结界的禁制魔法被暂时破除。辅导员被电得嘴皮冒烟。当他进入了密室后，却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个魔法球笼，不知道里面关押着怎样的怪物，并且这个魔法非常强大，雷电仙子根本没办法靠近。探索无果后，他急忙地离开了密室。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的身份，他使用10万伏特的电击直接将其电成了粉末。直到几天后，校园三巨头才发现辅导员的失踪有些诡异。教授制作出魔法指纹仪，才发现辅导员已经被人杀害。院长也对此次案件展开调查。与此同时，仙界女王来到了魔法学院，母亲的到来让公主斯黛娜非常紧张。她知道母亲肯定是来查看自己的学习进度。果不其然，女王在召开校园大会后，便将斯黛娜带到了院长的办公室。在院长的指导下，她对光明魔法的控制更加熟练。但女王并不满意斯黛娜的表现，她认为魔法就得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才行，而不是天天训练自己做出一道彩虹而沾沾自喜。说话的同时，女王展现了自己的光明魔法，周围的事物因为光线的改变竟成为了一片幻境，并且女王还能随时隐身。When you control light,
为了让女儿更快的成长，女王将斯黛娜带回了家族。另一边，这次的校园大会有2人并没有参加。为了查清楚自己的身世，火仙子蕾儿来到了堆放古老文件的仓库，并且雷电仙子碧翠丝也跟着他来到了仓库。碧翠丝告诉蕾儿，自己可以帮助他寻找他身世的真相。在碧翠丝的帮助下，他们很快便潜入了这里的密室。他们通过查阅前任院长的行程，大概推算出蕾儿的出生地是一个名叫紫婉山谷的地方。正当蕾儿要去寻找地图时，碧翠丝却告诉他自己知道这个地方。来到了紫婉山谷，他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就在这时，碧翠丝开始聚集雷电之力。随着面前的幻境被打破，许多房子的废墟出现在他们的前面。这时碧翠丝才告诉蕾儿真相，他和蕾儿都出生于此，而他们的家人都因为许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全部死去，而导致整个小镇被摧毁的原因就是现在魔法学院的道林院长，所以他们才会用魔法掩盖了一切，是前任院长罗莎琳德救的。蕾儿本不相信他说的一切，他们2个年纪相仿，为什么碧翠丝会了解得这么清楚？而碧翠丝解释道，这一切都是罗莎琳德用魔法将这段记忆刻在了他的脑海里，因为之前蕾儿也有相同的经历，于是他相信了碧翠丝所说的。就在他们返回学院的路上，他们的汽车受到攻击，被强行逼停。碧翠丝下车想要逃走，却发现脚下的公路竟变成了沼泽地。道林院长将碧翠丝抓了起来，罪名是杀害了学院的辅导员。但蕾儿经过刚才的事情，已经对学院的领导都产生了怀疑，他不再相信帮助他多次的道林院长。他隐瞒了自己和碧翠丝找到紫婉山谷的事情。道林院长也发现了他的异样，仙子的元素魔法可以在远处释放爆炸输出，战士强悍的体魄可以抵挡怪物的攻击。最近学院附近总有蛟魔出现，于是学院让学员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队员，每天高强度的练习战斗技巧，但学员们的表现总差强人意。现在他们根本没办法单独面对一只蛟魔的攻击。就在院长们一筹莫展之时，校园特遣队的队员突然闯了进来，并说自己在边境巡逻时遭到了蛟魔的攻击，并且学院外的蛟魔不止一个。本来以为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结果在帮队员压制蛟魔毒素时，一个坏消息再次传来，另外一个特遣队的队员打来电话，整个特遣队的人全部都死了。直到电话那边没有了动静，他们才意识到现在情况有多么严重。好在学院周围还有魔法屏障的保护，学院里还算比较安全。另一边，蕾儿还在为自己身世想各种办法。他偷偷地潜入关押碧翠丝的牢房。当亲耳听见碧翠丝承认杀害了辅导员的事实，蕾儿已经不知道自己现在该相信谁。此刻碧翠丝也告诉他，他的身世只有前任院长能给他答案，而自己能带他找到当年救下他的罗莎琳德。于是蕾儿答应了帮助他逃出监狱。出来后，碧翠丝的同伙给了蕾儿一本书，而书中有一个充能装置，只要将它的能量充满，便可以解开碧翠丝的禁魔手环。蕾儿将其放在噬环阵处，能量正在慢慢集聚。就在这时，他的队友蓝天突然出现，还没等蕾儿说话，蓝天就向他说出了实情。原来蓝天是被院长他们安排监视蕾儿，但在与他这段时间的相处中，蓝天对蕾儿也产生了异样的情愫。他不愿再欺骗蕾儿，可蕾儿知道了蓝天监视自己，让他有些生气。本来他准备说出实情，现在他也不再相信蓝天。为了不让他阻止自己，他在嘴上涂上了蒙汗药，随后再和他拥吻。下一秒，蓝天便晕了过去。之后，蕾儿拿起充能装置，准备去救出碧翠丝。另一边，斯黛娜利用隐身魔法偷偷地回到了魔法学院。她听见了其他仙子们在讨论蕾儿最近反常的举动，并知道了这一切只是她想了解清楚自己的身世。于是大家都准备帮助她。他们来到监狱，解开了碧翠丝手上的禁魔手环，使她恢复了魔法。碧翠丝很轻松便打开了牢笼，但想要进入院长的密室，需要一个人用身体打破结界的禁止。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斯黛娜便从背后出现，将他推进了魔法结界处。碧翠丝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家在密室门口等待，让蕾儿自己进入了密室。蕾儿来到了魔法牢笼前，其中的前任院长罗莎琳德也感受到了他的到来。I can only imagine how many questions you have for me. Access that flame inside you. 随着蕾儿体内的火焰释放，囚禁罗莎琳德的牢笼也随之解除。但被囚禁了18年的他现在还很虚弱。他带着蕾儿从暗道离开了学院，来到了噬环阵，这里是仙界魔法汇集的地点。只要在这里，罗莎琳德便可以快速的恢复魔力。可罗莎琳德告诉蕾儿，仙界里有一个基本准则，只有仙子才能施展魔法。但有一群名为血舞者的人类，他们是以牺牲和死亡作为能量，而蕾儿体内蕴含着神龙圣火，可以唤醒古老的仙子魔法。血舞者想要得到这股强大的力量，于是蕾儿年幼时被绑架到了紫婉山谷。也是因为他体内的力量，所以学院附近才会出现大量的蛟魔。但罗莎琳德表示，蛟魔对于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随后在他的引导下，蕾儿觉醒了体内的神龙圣火，但也因为力量太过强大，他暂时还不能完全控制。就在这时，学院的同学们向他发来了求救信息。原来就在刚刚，魔法学院的魔能突然中断，所有设备也全部瘫痪，而这也使得蛟魔进入了学院内部。心灵仙子的男友出去查看情况，结果被蛟魔所伤。此刻学院的所有人才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道林院长组织大家封锁了全部的入口，并将所有学院安顿好。这时蕾儿找到道林院长，并向他解释罗莎琳德并不是滥杀无辜的人，而紫婉山谷的人全是血舞者。但道林院长现在并不想讨论此事。可当道林院长知道了罗莎琳德此刻正在噬环阵处，他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蛟魔会进入学院。噬环阵是仙界魔法聚集的地方，这一切都是罗莎琳德的阴谋。与此同时，心灵仙子的男友因为伤势过重，病毒已经蔓延至全身，如果再不消灭袭击他的蛟魔，
他肯定无法见到明天的太阳。看着大家都非常痛苦，蕾儿有些自责。他知道焦魔的目标一直都是自己，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去解决这一切。他找到水仙子黑妹和丝黛娜，通过一条暗道来到了学院外。他们想将焦魔引到别处。也是在这时，焦魔冲破了学院的防守，进入了内庭之中。可当他嗅到了蕾儿的气息已经消失，于是转身冲向了暗道。另一边，三姐妹孤注一掷，蕾儿准备释放体内的全部力量。为了保证自己和蕾儿的安全，黑妹把湖水全部利用起来。蕾儿的周围被巨大的水墙所包围，此刻她也安心地释放体内的神龙圣母。她犹如天神下凡一般，一双烈焰之翼出现在她的身后。等她完成变身，她也被赶来的焦魔所包围。但此刻的蕾儿不再是普通的仙子，而是拥有了强大的古老魔法。三下五除二便消灭了所有的焦魔。随着焦魔被消灭，同学们身上的毒素也全部消散。本以为学院的威胁已经解除，但只有道林院长知道，随着罗莎琳德被释放，所有的一切都将全部改变。另一边，打破魔法结界的碧翠丝现在还在全身瘫痪，两个战士趁乱救下了他，并调配了药剂，成功将他唤醒。醒来后的碧翠丝告诉两人，他们有一个大计划，学院也即将迎来改革。此刻罗莎琳德也来到了这里，而蕾儿这边，他们并不知道一切都在变化。他甚至还在这个关键时刻向道林院长请假，说要回去探望父母，并将学院的几位同学带回了家里，同时向父母坦白了自己仙子的身份。虽然父母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但他们也是真心爱着蕾儿，并不会因为身份而改变。也是在蕾儿探望父母这段时间，罗莎琳德利用与女王的关系，将学院的领导全部调换。随后他威胁道林院长交出院长之位，但道林院长并不打算妥协，他不会让孩子们接受他残忍的教导方式。也是道林院长的强硬态度使罗莎琳德非常不爽，他抬手间便将道林院长举起，下一秒便扭断了他的脖子。这时蕾儿他们回到学院，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改变。自从罗莎琳德重新做回院长，蕾儿的成绩就直线下滑。罗莎琳德认为保持愤怒可以使自己的魔法威力最大化，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失控，但面对残忍的战争时，实力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但蕾儿并不想成为没有感情的杀戮机器，她还是比较喜欢上一任院长的教导方式。可蕾儿不知道的是，也是因为观点的不同，罗莎琳德将上一任的院长无情的杀害。他还利用与仙界女王的关系，将学院的其他领导层全部调换，以前的战士教官也被莫须有的罪名给关押起来。学院们的同学得知了希瓦尔教官会被流放到极北边境，他们不知道罗莎琳德有什么阴谋，于是决定救出希瓦尔教官，问清楚前任院长失踪的原因。拥有隐身术的斯黛娜来到准备押送囚犯的小队打探情况，但雷电仙子碧翠丝发现了地上的脚印，她顺着脚印发出一记电波，斯黛娜的隐身术立马失效。一番解释过后，碧翠丝答应了帮她保密。到了晚上，几人规划好了小队的押送路线，但毫无疑问，碧翠丝还是将使用隐身术的事告诉了罗莎琳德。第二天，就在斯黛娜准备去和同学们会合时，她被罗莎琳德拦住。为了限制斯黛娜随意的使用隐身术，她拿出了一个魔法仪器，直接刺进了斯黛娜的身体里。另一边，其他仙子们见斯黛娜一直没来集合，于是也只好先行出发。他们提前来到蹲守地点，水仙子黑妹使用能力使发动机熄火。在守卫检查车辆时，植物仙子蒂拉利用树枝拿走了守卫包里的钥匙。随后黑妹用水包裹住，将钥匙送到了希瓦尔教官的手里。为了给他争取逃跑的时间，黑妹控制汽车里的燃油泄漏，蕾儿在使用火焰直接点燃了车队前面的汽车。趁大家上前查看时，教官解开束缚，逃往了森林。很快，守卫也发现了他的动作，于是拿上弓箭追了上去。他们发射出能够追踪目标的弓箭，即使这样，教官还是没有停下脚步，甚至直接一跃跳进了河里。为了不被发现，教官始终不敢露头。就在他快憋不住气时，黑妹用水包裹住空气，使教官能够在水下呼吸。等待许久，守卫们也只好去其他地方搜寻。成功救下教官后，教官让他们将自己送往了朋友的住处。但交谈过后，教官也并不知道道林院长的去向。但毫无疑问的是，罗莎琳德一定有一个天大的阴谋，而这一切都与蕾儿密切相关。看着小老鼠被自己饲养的怪物吃掉，是院长每天最开心的事。为了让怪物快速生长，他甚至将人类的血液注射进小老鼠的体内。但想要完成实验，还得用真人才行。这天夜晚，一对情侣来到小树林，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诡异的声响。等他们上前查看，竟发现了一个人影。女孩也感受到了危险，于是拿出了身后的匕首。随后，对面的神秘人只是转动一下手指，女孩的身体便无法动弹。Come on. I can't. What do you mean? Come on, let's go. 神秘人再次转动手指，下一刻，女孩的双手开始剧烈抖动。Run. 男孩见状撒腿便跑，可尽管他拼命的逃跑，前方还是遭到了拦截。他的面前出现一只奇怪的生物，直接向他扑了过来。几天后，学生失踪的消息传开，同学们也议论纷纷。直到这天晚上，那天被怪物袭击的同学突然闯入了他们的宿舍，说了一句院长的名字后便晕了过去。男孩最后说的那句话，让同学们认为这一切可能都是院长的阴谋。这天，蕾儿趁院长出去的空隙，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古老的书籍，上面记载的和遇害的那个人身上的伤口一模一样。于是他赶紧用手机拍下了书中的内容。回去后，通过教官的远程指导，他们找到了这些古老文字的翻译。这些符号是某种生物的召唤咒，而召唤的这些怪物是为了吸取仙子的魔法，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院长居然在窃取学生们的魔法。另一边，院长来到了秘密实验室，这时他也还发现有一个人逃走了。与此同时，
经过植物仙子对那名男同学的治疗，他也醒了过来，但他的身体突然开始抽搐，脑海里也一直出现那天晚上的画面。为了让他安静下来，蒂拉用藤蔓将他绑住，但因为他的情绪非常暴躁，他竟直接挣脱了束缚。就在蒂拉准备要给他注射镇定剂时，院长来到了这里。看见院长的那一刻，他拿起小刀威胁院长。一番混乱过后，男孩再次倒了下去，并且没有了呼吸。众人非常困惑，但院长却向他们解释，可能是刚刚他们给他使用的药物所导致。但同学们根本不相信这么牵强的理由，认为这一切都是院长的阴谋。可就算知道了院长可能在谋害同学，但他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直到1周后的校庆，让众人看到了希望。那天的宴会上，仙界的许多大人物都会来参加，大家准备在这天收集好证据，在宴会上揭穿他的阴谋。校庆当天，大家盛装出席，而所有的守卫肯定都会在宴会上帮忙。蕾儿和斯黛娜负责在宴会上打掩护，而黑妹和其他人负责潜入院长的实验室。但很快蕾儿就感觉到了危机，在和院长交谈的过程中，院长居然说出了他已经知道他们几位同学放走了被逮捕的教官席尔瓦，并且今天的宴会，陆军元帅也在此。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他们几人都会受到严重的惩罚。院长用这件事威胁蕾儿，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安静的待着。好在这里还有蓝天在他的身边帮助他。另一边，黑妹他们已经来到了院长的实验室，他们也丝毫没发觉危险正在慢慢靠近。他们看见了一只长满触须的怪物，黑妹想要施展魔法控制怪物体内的水分，却发现不起作用。下一刻怪物又消失不见，突然他从身后向黑妹扑去，好在他反应快，及时的抓住了怪物。最后他们用火烧才彻底的消灭了怪物。实验室里有这么可怕的怪物，这足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斯黛娜来到了宴会大厅，当场揭露了院长的行为。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院长却站了出来，他的身后居然是那天没有了呼吸的男同学。原来这一切并不是院长在谋害同学。1个月前，他也知道了学校一直有学生失踪，于是在这名男同学遇害的那天，院长救下了他，并抓到了这种上古魔虫。经过院长对魔虫的研究，发现了他们是受血巫者召唤而来，是用来专门吸取仙子的魔法。这也说明了他们的危机即将到来。对于院长的解释，众人也半信半疑。事后院长将蕾儿叫到了一边，院长告诉蕾儿，他的身世非常特别，即使院长当年从血巫者手中救下了他，但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不过他的存在对于血巫者似乎有特别的意义。为了一起对抗敌人，院长向女王申请了特赦令，教官也终于可以回到学院。与此同时，碧翠丝独自来到校外散行，却出现了意外。第二天，碧翠丝的养父将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了院长，希望他派遣所有的力量去寻找。但院长却表示，血巫者很有可能潜伏在学校内部，如果他们都去寻找碧翠丝，那刚好中了他的调虎离山计。守卫们必须在学校保护学生们的安全，但教官不肯放弃。为了救出养女，他甚至绑架了校园里的其他同学，给碧翠丝的手机发去消息，要和他们交换一位仙子。他将打晕后的男同学带到了约定的地点，随后和他联系的人也出现。就在他靠近的一瞬间，对面刚好触发了安德里教官提前设下的陷阱。他拿出佩剑威胁男人说出碧翠丝的下落，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血巫者也提前做了准备。面前的男人并不是血巫者本人，而是他派来的傀儡。这时安德里突然被袭击，他的身后出现一个神秘人，他也失去意识被血巫者控制。另一边，院长将碧翠丝被绑架的消息告诉了蕾儿，但他也告诉蕾儿，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这一切可能都是血巫者的阴谋。这几天院长会去往都城，他们必须待在学院里。可就在当天晚上，斯黛娜就收到了碧翠丝的求救短信。蕾儿想到了白天院长给他说的，这一切都是血巫者的阴谋，于是他劝说同学不要去救碧翠丝。但蓝天和他几位朋友都不听蕾儿的劝告，他们认为只要做好准备，就算是陷阱，他们也能应付。蓝天几人来到短信所发的位置，果然看见了昏迷的碧翠丝。也是在这时，前面被控制的安德里教官突然出现，蓝天和其中一位战士留下来牵制教官。心灵仙子先行逃走，而这也刚好中了血巫者的计谋。单独逃走的仙子成为了魔虫的目标，心灵仙子的魔力也被吸干。而另一边，面对年长的教官，蓝天和其他同学并没有招架之力。危机关头，还是学院的另外一位教官及时赶到，救下了蓝天他们。就在他们殊死搏斗的过程中，蕾儿突然猜到了谁是藏在他们身边的血巫者，于是独自前往了那个人的住处。当他冲进房门，果然看见了他在使用控制魔法。血巫者竟是希瓦尔教官多年的朋友，他已经吸取了许多仙子的魔法，许多的元素魔法他已经可以完全掌握，光、水、心灵甚至雷电。血巫者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可对于他的炫技，蕾儿并没有丝毫感觉。他体内的神龙圣火是最强大也是最古老的魔法。就在蕾儿即将爆发时，血巫者却向蕾儿提出了一个交易，他对蕾儿的身世了如指掌，并且知道他父母的下落。只要蕾儿和自己一起对抗魔法学院，他便能了解所有的一切。也是在这个谈话的空隙，血巫者趁机释放魔法逃跑了。虽然让他逃走了，但蕾儿至少打断了血巫者的施法，让被控制的安德里教官暂时恢复了意识。安德里告诉蓝天，为了不让血巫者控制自己，他必须杀了自己。眼看安德里即将再次失控，蓝天只好用匕首刺进了他的身体。虽然他们这次行动成功的救下，但心灵仙子却因此失去了法力。这时学霸黑妹发挥了作用，她在古书上找到了可以恢复魔法的方法。仙子的魔法就像电池，想让心灵仙子恢复魔法，他们就要一起对她进行充电。仙子们齐聚一堂，释放出自己的元素魔法。
随后他们将魔法注入了聚合水晶，水晶绽放出异样的光芒。可就在大家认为即将成功时，妙莎却放下了水晶，并说这个方法根本没用，不转身离去。但蕾儿并不打算放弃，既然不能重新让妙莎获得魔法，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助她。只要找到饲养魔虫的血巫者，也许可以用谈判的方式让他将魔法还给妙莎。之前他在院长的办公室找到了关于血巫者的古书，说不定那本书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于是当天蕾儿便拿上古书去往了出世界。可就在他刚好跨出仙界边境时，仙界的屏障却突然出现了异样。原来就在刚刚，院长给仙境的屏障增强了保护，现在没有院长的允许，所有人都不能进出。蕾儿只好独自去寻找血巫者。没过多久，蕾儿就在一家餐厅里找到了血巫者。他拿出了那本古书，并提出了交易，但血巫者却认为一本古书就想要换取强大的魔法，这个交易可不划算。这时血巫者提出另外一种条件，这本书交给他，他可以告诉蕾儿恢复魔法的办法。但事实上，恢复魔法的办法古书上就有记载，想要恢复魔法只有2种方法，一是让魔虫吸走他的魔法，不再还给妙莎；二就是杀了血巫者本人。可这2个选项，蕾儿知道都有点不现实，血巫者不可能会归还魔法，而杀了他，蕾儿还有点犹豫，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血巫者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可蕾儿不知道的是，其实妙莎失去魔法也不能全怪魔虫，当初魔虫咬住他时，只是吸食了一小部分魔法便被他消灭，本来他已经逃走了，最后是他自己返回，自愿让魔虫吸取了他的魔法。只是这一切所有人都不知道，因为从有了心灵魔法开始，妙莎就时刻能清楚地知道他身边的人在想什么，这也让他和身边的人交往起来有些困难。于是那天他才会想摆脱自己的魔法，但他没想到，因为他的做法即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时大地仙子来找到妙莎，想要劝说他和自己回去。情绪激动时，他竟使用魔法将妙莎的双脚困在了地下，但这并不是他故意所为。经过黑妹的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原来之前他们融合魔法的仪式并没有完成，所以导致他们的魔法与聚合水晶相连。此刻他们体中的魔法非常不稳定，他们必须将水晶里的魔法收回，便可以恢复正常。但现在还有一个最危险的问题，蕾儿身怀神龙圣火，如果他的魔法失控，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灾难。于是黑妹赶紧打电话让蕾儿赶紧回到仙界，将他的魔法从水晶里释放，并且他们也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院长。但院长却表示他们做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而蕾儿去见血巫者，他也知道现在蕾儿的魔法非常不稳定，很有可能会直接杀了血巫者，这也帮他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另一边，蕾儿见没办法劝说血巫者归还魔法，于是准备回仙境，但血巫者却告诉了蕾儿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院长一直都想引发仙子和血巫者之间的战斗，他的野心才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他想让整个世界混乱。而作为最强大的仙子之一，院长肯定可以站在世界的最顶端，并且为了完成这一步，前任院长也被他杀害。听了血巫者的话，蕾儿有点不敢相信，但他也压制住了自己心里的怒火，才使体内的魔法没有失控。这时蕾儿通过传送门回到了仙界的边境处，院长也提前在此等候。蕾儿的表现让院长很是失望，这时蕾儿也问出了刚刚血巫者所说的事情，院长也没有狡辩，而是大胆承认了自己的做法，并用能力控制住他。他原本计划和蕾儿一起称霸世界，却没想到蕾儿会一直把情感看得如此重要，软弱根本成不了大事。院长将四周的能量汇聚，直接将蕾儿冻结。随着魔法的蔓延，他竟被冻成了一座冰雕。可让院长没想到的是，蕾儿体内的神龙圣火极其强大，他的魔法并没有困住蕾儿，反而使他体内的魔法失控，毁天灭地的能量席卷而来。院长竟直接被炸成了干尸。魔法学院的院长死了，这对仙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可当仙界女王知道这件事，却将院长的死亡嫁祸给他们的死对头血巫者，这也让仙子们对血巫者更加憎恨。但对于蕾儿杀死院长这件事，女王对这次案件展开了秘密审理，因为当时只有蕾儿和院长在场，并没有其他证人。而蕾儿口中所说的罗莎琳德杀了前任院长，也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蕾儿杀了院长却是许多人亲眼看到的。为了帮蕾儿辩护，他的同学们来到前任院长被杀害的地方，并使用魔法追踪仪想找到道林院长的尸体。但尽管他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并没有发现道林院长的尸体，只找到一个枯萎的草团，没有证据证明罗莎琳德是一位杀人凶手，那么蕾儿便无法洗脱罪名。最后女王决定将蕾儿关押20年，作为她杀害院长的惩罚。就在同学们为蕾儿打抱不平时，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植物仙子弗罗拉突然发现自己桌子上的花竟离奇的枯萎了。随后她用魔法让盆栽重新恢复了生机，可下一秒花朵又开始凋谢。反复使用魔法过后，花朵还是会在一瞬间失去生机。这时弗罗拉才发现，那天他们在墓园找到的那个草团居然长出了新叶。于是他拿起聚合水晶，将魔法注入其中，只看见草团正在快速的吸收魔法能量。也是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道林院长的灵魂居然从草团中钻了出来。道林院长得知了蕾儿现在的情况，于是来到魔法牢笼前释放了他。看见道林院长的那一刻，蕾儿简直不敢相信，直到后面他才知道，原来道林院长现在只是灵魂状态。当初他察觉到罗莎琳德的野心后，便使用最后的魔法将自己的灵魂注入了还魂草当中。道林院长也给同学们上了最后一节魔法课，他提及了一种很古老的变身魔法。仙子的体内一直都埋藏着神秘的力量，只要他们团结一心，接受自己和朋友之间的所有情绪，便可以成为最强大的仙子。虽然同学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但院长相信他们几个都会成为最伟大的战士。此刻道林院长也向众人做了最后的道别，他的灵魂慢慢消散，飞向了天空。就在仙子们向道林院长告别时，魔法学院有了大动作。据可靠消息，有人发现了血巫者的据点，于是全体战士出动，
可当所有人进入了这所房子里时，却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人影，这一切都是血舞者的阴谋。此刻血舞者已经来到了魔法学院，而帮助血舞者的正是雷电仙子碧翠丝。自从他当初被魔虫吸走了魔法，他一直在找机会和血舞者合作，想要从他那要回自己的魔法。这一次学院的战士全部出动，也是碧翠丝散播的消息，这才让血舞者成功大张旗鼓地进入学院，并且他还带来了一大群的魔虫。碧翠丝切断了学院的电路，让魔虫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学院里游走。魔法学院的许多人都遭到了魔虫的攻击，但血舞者也不能一次性地吸收完大量的魔法，于是他将魔法学院的仙子们全部关在了地下室，而驻守在学院的战士们都被血舞者用特殊的能力所控制，并且连蓝天都被血舞者控制。他用蓝天的电话打给磊儿，并让他独自来见自己，不然蓝天将会死得很惨。为了救出男友，磊儿答应了他的要求。磊儿来到了魔法学院，并见到了血舞者。血舞者想要的磊儿非常清楚，看着男友被血舞者折磨，磊儿立马答应了将神龙圣火交给他。但神龙圣火非常特殊，魔虫是无法吸走的，只能通过聚合水晶来转移磊儿的魔法。磊儿将自己的魔法慢慢的传输到水晶之中。与此同时，碧翠丝突然良心发现，他将血舞者的计划告诉了其他仙子们。于是在磊儿传输魔法的过程中，碧翠丝来到了他们的面前，但他也知道磊儿为了救蓝天，肯定会心甘情愿地交出神龙圣火。为了打断磊儿，他用闪电之力直接打向了蓝天。磊儿因为担心蓝天，直接强行切断了与水晶的联系，这也使聚合水晶直接摔落在地，变成了一堆碎渣，就差最后一步便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神龙圣火。结果一切都功亏一篑，血舞者愤怒至极，直接将碧翠丝打飞出去。碧翠丝也被这奋力一击打得当场暴毙，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磊儿也彻底愤怒。可就在他即将爆发时，他的朋友们及时赶到，并且蓝天也并没有死去。在他们的帮助下，蓝天恢复了意识。这时众人也终于领悟了道林院长给他们所说的变身魔法，几人纷纷开始变身。觉醒后的4人魔法已经超出想象，在他们的围攻下，血舞者直接被轰得连渣都不剩，一切危机也总算结束。所有失去魔法的仙子也全都恢复。